美国对乌克兰的军火援助有了明显的变化，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援助军火就是为了帮乌克兰打赢战争。恰恰相反，这只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捞金赚钱。一起来看详细分析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这2天，虎妞收到了不少粉丝的私信，大多是关注俄乌战场局势，其中有很多问题指向同一个方向：美国大力援助乌克兰，小到步枪、反坦克导弹，大到装甲车、榴弹炮一类的大件武器，现在都开始投入援助，准备给乌克兰送过去了。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工复合体，这是否意味着会以乌克兰作为媒介，搭配海量美式武器，在漫长的战争中去拖垮俄罗斯呢？有一说一，要虎妞来评价的话，美国这一手递刀子和火上浇油行为，要说拖垮俄罗斯，那大概率是没戏的。但是要说掏空乌克兰家底，狠狠赚一大笔钱，那倒是确实能办得到。首先需要说明一点，美国在过去几年间，还有俄乌战争开战早期，给乌克兰送去支援的那些美式武器装备，确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免费的，也不用乌克兰掏钱。但若是凭此以为美国就是1分钱不赚，武器白送的大善人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先期的尝点甜头结束，乌军对美式武器装备产生依赖之后，后面真正下狠手的割肉式赚钱，这才刚刚开始。美国在前不久通过的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，比较关注军事的军迷朋友们一听这名字，估计也知道，这就是美国当年在2战期间搞出来的援助法案翻版。内容方面当然也是大同小异，核心部分基本都一样。大意就是美国会继续对乌克兰援助武器装备，并且加大援助量，而乌克兰现在依旧是不用为此付出什么金钱赎买的代价，可以等到战争结束后再进行账务清算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问题的重点就在于战后进行的账务清算这里。按照当前的形势来看，在战前就已经是欧洲最不富裕国家的乌克兰，在开战后没多久就已经陷入了本土国库空虚、资金耗尽的状态。毕竟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的势力对谁都适用。现在战争打仗那可是要烧钱的，泽连斯基前阵子就因为国库空虚，乌克兰的公务员还有前线上的部队都发不出薪水，而狮子大张口的向欧盟索要每个月70亿美元的资金补贴。至于欧盟1分钱都没给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但这确实能说明乌克兰现在已经是严重缺钱的状态，理论上来讲不可能付得起买美国武器的钱。但乌克兰国内没钱，不代表乌克兰在海外就一样也没钱。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，理所应当的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，在美国拥有大量的外汇与黄金储备。欧洲那些银行里也有乌克兰国家名义的存款，这些或是在美国本土，或是在欧洲放着的乌克兰利益，便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们最好的瓜分对象。连名字都叫租借法案，有租借那就必须得有偿还。战损被俄军击毁的武器装备偿还不了，那就只能用赔钱来冲抵。本土国库空虚，那就用海外资产来付，办法有很多，也不怕乌克兰掏不起这笔钱。从受益方的角度来看，美军淘汰了自己的老掉牙武器库存，凭借俄乌战争一仗，就把过去20年乃至30年间的老旧武器库存汰换干净，旧的武器丢给乌克兰，利用租借法案榨取最后一笔利益回本，再拿回本来的钱，添上点军费，去置办更强的新式武器。这对美军来说等同于别人买单帮自己换装备的好事儿，可遇而不可求。而从美军这儿接到置办新式武器补充库存订单的美国军火商，一样也能从中赚取大量利润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整体来看是美军和美国军火商谁都不亏，全赢麻了。而租借法案开启的另一个现实情况是，美国加大武器援助，不代表乌克兰就可以任意点餐，依旧是美国给什么武器装备，乌克兰就得要什么，并为此买单。这就给了美军一个随便甩垃圾来换钱的极大自由度。举个例子，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给乌克兰送去的新一轮军事援助中，包含有200辆 M113 装甲运兵车。这东西是越战美军用过的爷爷级装备，皮薄馅儿大，连重机枪弹都抵挡不住，因而遭越战美军恶评，被称为战场出租车。
美军把这些破烂打包甩给乌克兰，名义上还得战后归还，还不上就赔钱冲抵，拿破烂垃圾来赚钱，何乐而不为？这到底是真心实意援助乌克兰，还是割肉赚大钱？想必大伙儿也都能看得出来。另一方面，事情发展到这份上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。对乌克兰而言，只能是美国给什么就要什么。毕竟，要是和美国在军火援助这件事上闹得不愉快，整个北约的援助军火都有断供的可能。美国是北约的老大哥，欧洲那些国家对乌克兰援助军火也是追随美国的脚步。大哥先给大头，小弟们跟着意思意思也给送点儿，这就造成了乌克兰对美式装备只有照单全收，断然没有拒绝的可能。而用惯了美式武器装备的乌军这边，也受限于本土军工业已经被俄军摧毁殆尽的现实情况，只能是尝到了先期甜头之后，继续用美军的武器，没别的选择。哪怕后续给来的美式装备口感严重下降，没原来那么甜也得用，总归比没得用要强。归根结底来说，天底下无论何时都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美式装备也从没有不要钱白给一说，代价肯定是要付出的，区别只在于付出代价的方式和时间早晚不同。美国先让乌克兰尝点甜头，然后再赚大钱的收割行动，到现在也才算刚刚开始而已。而这所谓的租借法案，如果细细品来，若是改名叫武器贷，其实也未尝不可，并且还要比租借法案一说更加精准贴切。